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11月14号。那么我们今天直播就从现在开始，美东时间11点半到12点，只有30分钟。那么我的直播的话是周一和周五，现在改到周一和周五的11点半美东时间。那么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如果说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请确认一下现在我的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没有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了。请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不是都没有问题。那么在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时候，我可以简单的先分析一下这个标普，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回放的时候，相当于一个复盘了，我们就节省一下时间。我现在默认HLY 朋友你好，你好丽丽你好，没有问题是吧？那好，大家已经提问了，我们来简单快速说一下标普。标普的话，今天又是一个怎么说呢？最近吧，或者说昨天是一个快速下杀1.66%，今天是一个典型的低开高走的一个状态。希望大家没有在早晨割肉而去做抄底或者说进场做多的一个动作。所以说这个牛市不怕跌，牛市不怕跌呀，尤其是不怕快跌。所以说不要被这种低开呀、快杀给吓到。那么其实现在从6920看一下跌了多少，6920到最低点也不过就跌了4.26%嘛。那么为什么很多人成天的这个非常的恐高呢？对不对？所以说，那么现在这个标普的这个结构的话，4835一个中枢，然后一个离开段，然后这个的是回拉，现在回拉也够一笔了，但是呢反弹还不够一笔。所以说，如果说他要把前面这个低点打掉的话，把6631打掉的话，那么意味着是这一笔下跌的延续，这要注意。那么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是不是能够这样走，还是说这里在小周期一个停顿，然后继续往上走，对吧？我们需要看一下1小时。那么这是我们在周一分析的时候，我们周一分析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呢？是一个当时是一个123，我们看一下标普当时我们现在做一个复盘。我们看一下当时标普有没有这个不背驰，还是说是一个什么位置？当时我们说的一个关键位置就是6672，如果说它一直往下走，跌到这个在6672以下的话，就是3不背驰，3跟1比较不背驰，所以说你就要小心，做多小心。如果说拉回到6672上，那说明这个6672这个位置起作用了，对吧？那么它的选择是回到6672之上。那么回到6672之上的结构又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在本周的这些演变，那么它回到之上之后，那么就构成了一个中枢。现在就2次反弹，你只要不突破前面的6920，都不过是在这里做中枢。现在这个1小时中枢也出来了，那么这个的快速下杀没有跌破这个，有希望能形成一个2买，就是1小时上形成2买呢，继续上去，或者说再不济就是围绕这个中枢震，看能不能够震到9段再选方向也可以。那么你能不能够抓到今天这个拐点的话，那你需要利用我们的区间套看这段下跌的内部结构，对吧？简单的快速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能够让你进场的一个理由。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我们看一下30分钟没有结构，15分钟这个是一个下上，这是不能够构成中枢。15分钟上也没有结构，看一下5分钟有没有让我们进场的结构，就是说在你当下的时候这个位置能不能进得去。那么在5分钟上，这里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中枢，那么一个中枢在上面，我们把它画出来。就是这个方法所有人都可以这个学会，对吧？然后再次下来之后，这里做了一个浪形的结构，快速下杀，做了一个5浪下来，然后啪上去就再上来，这里做了一个
又做了第二个中枢。那么这个位置是今天低开的位置，前面已经跌了5分钟上已经跌了2个中枢了，一个趋势下，明显又这个 MACD 是往上走的情况下，那么今天这个低开出现了这个底分型，5分钟底分型，你敢不敢进？对吧？这就是我们做复盘的这个目的。你在有图形有这个结构的情况下，这个低开你反而不会恐慌，你会非常兴奋，对吧？又到了可以抄底进场做多的这个位置了，对吧？已经跌了2个这个周，不是说跌2个就100%要结束，而是说你要看这个力度有没有力度给到你。所以说，抄底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只要抓住方法的话，想抓在拐点这个位置，其实难度并不大。你只要有耐心，然后知道去等待什么，就大家要学会这个。那么这个方法可以应用到任何周期上，不是说只能用在标普5分钟上或者标普1小时上，任何的股票图形、任何的周期，你都可以用这个方法。那么这样的话，你才会做到游刃有余。好的，我们简单用标普简单说一下。那么现在后期看什么呢？那你可以把这个周期给它拽过来。那么这里就有一个中枢了，把这个中枢的位置给它更精确一点。那么有这个中枢了，我们现在就观察，基于最后这个中枢，首先它要往上走的话，你起码针对这个中枢，我要出现，要么给我一个3买，对吧？往上延伸，然后往上继续生长，要么是再次。我们看这里这个回撤的话，可以当成一个5分钟上的一个2买，就是前面这个是1买的话，那么现在看不到这个上升的力度，又被这个120均线挡在这里。现在我们需要看到力度往上杀，就这个的5分钟上，就这段要有力度往上走。那你可以从前面这里，如果说当成一个2买的话，我们现在测一下这个位置，起码要杀到6825才不被吃。也就是跟这个前面这一段不被吃，但是目前看现在这个后期力度没有给到，它也可以是回撤一下，在这里踩2次做一个中枢，然后这个快速往上走也可以。所以说现在最多的朋友，如果说你在底下进了，那么这个位置完全可以减掉，再次等待它，要么是回拉一次，甚至再次跌到这个中枢之下，也可以再给一个2买，或者说给一个结构的这个，虽然说这个结构看上去有点不太这个规矩，或者不太这个像以前那种这个平行的这个收缩了，或者说是一个收缩三角形的状态了，但是任何形态都没有关系，只要不跌破前面这个低点，它都会在这里形成一个中枢，晓得吧？好，所以说现在当然这一笔的话，目前看还可能没有结束，如果再往上冲一冲，甚至是慢慢的爬到6825，那你就可以继续拿一拿。对吧？但是目前看，这个的力度需要跟得上才可以。但我是不知道它能不能够到，但是我们也不去预测。但如果说我在底下进了，比如开盘就进的话，那我现在把开盘那一点小仓位给卖掉，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好了，我们简单快速的说一下标普，然后看一下这个大家问的，先看一下丽丽朋友问的 这是 Unity Software， 这是做这个就是之前这个 Metaverse， 这个 Facebook 推出来 Metaverse， 它是给这个做这个 Metaverse 游戏的一个引擎的，应该是这么一家公司。如果说它现在没有变化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画的图形。那么这个 Unity 的话，在大周期上，这里是出现了一个月线的这么一个结构，对吧？月线上从这个最低点。把这个月上这笔断开，我现在关注的就是月上这一笔的生长 13.9， 所有的这些都在月上这笔的内部，对吧？你要么就是继续延续嘛，这股票这个东西，你就要么涨，你要么在这横着，要么往下走，对不对？你要想做多，想赚钱的话，它就继续往上生长；你要是想做空，那这里就要转折；你要是想做震荡，那就需要在这里横着，对吧？就这3种。这是为什么我们做股票分析可以利用这个完全分类的原因就在这里，它变化少。那么现在我要看它是不是要向上延续，就是内部结构。首先，月线上是出现了顶纹型了，但是这个顶纹型也可以是一个中继的，继续往上走也可以，对吧？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是不是够饱满啦，是不是够充分，
所谓是否饱满，就是跟我们的模型比较，就跟我们这个两个基础模型，一个是盘整的这个走势，一个是趋势的走势，跟模型比较，结构是不是都全乎？什么叫全乎？就是结构是不是都有？是不是有进入段？是不是有中枢？是不是有离开段？对吧？那么现在它这里的话，我们把这个周线上给它补一下，这里是你第一笔可以画到这里，或者画到这里也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有一个回落，再次上去，再次下来。那么它现在这个反弹的话，也够一笔了。所以说它现在还是有可能要出现一个周二卖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要小心一点。我们把这个结构给它补全，然后画一下中枢。中枢有了之后，其实就相对好分析一些。那么这个位置是一个周三买，对吧？这个回落没回到这里，但是呢，它这个反弹现在也成一笔了。从这个最低点34.04反弹到这个本周的最高点43，这里也成一笔了。然后本周现在出现一个大幅的，基本上把上一周的涨幅全给吞没了。那么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坏的一个结构。那么看一下它这个能不能够出现一个逆转，还是说要走反向？那么今天是踩了一脚这个120天，看到吗？踩得非常准，对不对？这踩着120天踩得非常精准。那么这是可以当一笔用，因为它有两根 K 线有包含关系。但是这个是一个3段的一个反弹，1、2、3，然后这里现在是回落。我们把这个日线上，就是你现在两个方向都要看。那就是说，首先以34.04作为这个起涨点的话，我这里是可以是进入段，然后这里做了一个中枢，可以继续上，对吧？如果说它这个34.04能守得住的话，那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中枢了。那今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进，或者说你这个什么仓位或者什么成本，这个我们不清楚，只能大概来分析。那么现在就看它这里能不能守得住的话，能起来继续往上走。甚至是给一个300，就针对这个中枢再给一个300，那这样的话可能再次突破前面这个最高点，那这样的话就会出现周线上你就要关注，这里会再次打一个高点，看它能不能够出现一个盘整背驰，对吧？你可以继续拿一拿。但是呢，如果说走反向的话，也就是说意味着这个位置已经是周线那个2卖了，这样的话就是一笔下一笔上，这样走反弹也可以，它也可以反弹一下，比如说反弹到这个类中枢的这个中枢上沿的话，可以继续往下走，这样也可以。所以你现在就关注的是这笔反弹的力度，一定要强才可以。如果说是一种，比如说它用个4、5天到这个位置了，到了中枢上沿这个位置了，对吧？那你就要小心了，那可能一个快速下杀，直接走反向，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反向结构，它可以这样走，先给你一个5浪或者3浪。然后之后再做中枢，再往下走也可以。所以你现在就关注这笔反弹就好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最好的这个卖出啊或减仓动作是在反弹过程中，在上涨过程中。如果说你这个来不及的话，或者说这个有些迟疑的话，那你就等待这个。如果说跌破了34.04的时候，力度非常大的时候，那你就要强制的要减仓，或者说如果说你是短炒的话，就需要强制止损。因为跌破这个位置意味着这个肯定是要走反向，对吧？所以说你可以以34.04这个进场位，或者说这个前面这个低点这个位置作为你的防守位。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Unity，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HLV 朋友问的特斯拉。那特斯拉的话，它在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大周期。这个40.75哦，后面那是一个最高点，这个最高点在后面这根 K 线上，474.07。那么现在在周线上的话，从这个前面这个起涨点214这个起涨，现在周线上这一笔啊，有可能要结束了。那么有可能结束。现在虽然说你说出了周顶分，并不代表是必须要回落一笔的，对吧？但是你这个周顶分的力度也太强了呀，这个周顶分的力度非常强，是一个非常强的顶分型。那么就关注是什么呢？就关注它次级别能不能给弹一次之后再下来。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它的次级别这一段。
次级别是从哪儿开始涨呢？就是从这个314开始生长的。那么它是其实出现了一个123，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之后才开始回来的。那么我们看它后面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一笔反弹其实就关键了。这笔反弹，那么你可以简单的利用这个黄金分割来看一下。如果说这里能企稳的话，382，那么你看它的反弹的力度是能到这3个位置到哪个位置，对吧？除非是特别力度非常强的突破这个440吧，取整的话，那才有可能逆转这个。这里是有一个类中枢的，我们现在也可以跨出来。这日线上，如果说以同一边分解的话，那就需要从这个位置开始发展，开始这个分析214，就是说一个中枢，这里做第二个中枢，虽然说这个下跌的也比较深，但是跟我的高低点并没有接触，还是趋势上，对吧？如果说是以中枢作为这个中心来分析，但是如果说我们结合这个非同级别分解的话，我就需要从474.07断开，那么它的左侧就是214起涨的，这里一个进入段，一个中枢，然后带一个3买，然后结束一个背驰结束，这是一个盘整上的结构，可以结束了。那么右侧就是从474断开之后的右侧，现在可能只是进入段或第一笔。现在他看的周期是日线，那么这里的话可以反弹一次下来，如果说是快速下，那肯定就是转向了。如果说它只是一个不跌破前面这个，给一个2买，然后再弹一次再下也可以，对吧？所以说现在这个反弹这一笔就非常关键。那么它的力度其实跟我们刚才看的那个 Unity 方法是一样的。你如果说非常弱的这个反弹，比如说再弹到428，对吧？0.5的位置的话，那么基本上你就要赶紧跑掉了，因为它可以直接往下砸。所以说现在这个特斯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目前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一个中阴状态。所谓中阴状态，就是禅师借用的佛家的或者佛学的一个理论，就是一个未完成状态或者说未知状态。那么这个状态的话，它是可上可下的。你往上选，因为你在这个状态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预测它是能往上去还是往下来。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跟踪这个后期走势。你想要往上走的话，你必须要给我力度，你起码要突破0.018吧。如果说连0.018突破不了的话，你谈何谈力度呢？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有力度，强势突破0.018才有可能继续往上走。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反弹只能到0.5，或者说能到0.018，但是呢，内部结构又非常的纠结，里面有2个小中枢，或者甚至3个才到0.018，那我肯定也要跑啊，因为它的内部太饱满了，完全可以直接一个快速往下走，因为它结构越饱满，意味着这个上涨的时候这个持续性越强，或者说这个买盘的人他是就是你一买，然后可能有一点动静就赶紧卖。造成它这个结构就非常复杂，结构越复杂，意味着多空争夺的就越厉害。什么时候结构不复杂？就是这种浪形的时候，说明多空一致。这种为什么叫多空一致呢？因为多头是敢买的，然后空头也不敢空，稍微做一点空之后又赶紧要回 cover， 说明这个多空的意见对这段时期这只股票的意见看法是一致的。如果说他们看法不一致，像前面这里，对吧？争夺非常厉害的时候，说明大家看法的不一致。多头是敢买，但是空头也敢空，就造成它的股价就在一个区间之内震荡。所以说，你就利用这种方法来观察现在是谁的那个能量更强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助于你是做空啊，还是要那个做多呀，还是要在场外观望，对吧？所以说这就是针对特斯拉，我们简单的就分析这么多。然后再看。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叫TTD， The Trade Desk， 这个应该是一个券商之类的哦。我们之前分析过，就在这个位置中我们分析过，可能也是这位朋友问的，不知道当时我给的这个建议有没有给你一点帮助吧？如果说这个有帮助的话，就是最好。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学会。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帮助到你？那我们继续再看一下它这个券商的结构哦，在大周期上出现了一笔非常大的回落，
那么我们之前他问的时候，我们很少看这个票。这个图形的话，结构很简单，对吧？一个月线大箱体。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有多少段。从这个起涨的话，就是1、2、3、4、5、6、7、8，第9段。现在是月线大箱体的，现在出现第9段可能性。那么，但是现在这个回落虽然说杀得很凶，现在这个还不够1笔呢。但是我们可以先把它画出来，作为一个标记。现在而且出了一个低点，然后 MACD 已经要快到0轴以下了，而且是月线上 MACD 到0轴以下，这个要非常小心。除非是出现什么逆转，基本面出现好转，要不然的话，它如果说真的这么往下砸的话，那下面的空间太大了，所以说这个首先你看它的图形的时候，就是做多的话要非常小心。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内部，周线上还是1笔，周线上这一段还是1笔，但是好就好在它这个动能没有出来，就下跌这个动能没有出来，说明这个是有抵抗的。那我们再看一下日线上是不是出现结构了。那么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日线上那段，它这里是有一个大的敲空缺口，就是之前财报的原因。这也是最近又出了一次财报，那么比预期的是好一点。前面这次的话也是比预期强，但是没有强太多，对吧？那么就是2次财报，那么应该是这次财报，因为大家已经有预期了，所以造成了没有跌那么多，那么也出结构了。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结构，非常好，就是目前看的话是一个相对饱满的一个结构。为什么说是相对饱满的？把它这个断开，只分析91.45。那么这个中枢，如果说你能够按照节奏操作的话，其实你的这个成本应该不会太。当然了，我不知道你是在上面被套的，还是从下面开始进的。但是你利用这个震荡，如果说敢操作的话，那么你的成本应该能降下来不少。那么现在它又打到了是不是这个最低点41.87？我们看前面这里，41.77。那么我们看它现在需要比较的就是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对吧？这个离开段明显现在没有力度，这前面这个 MACD 的面积非常大，然后快慢线也没前面的低，背驰，而且是双背驰，这是非常好的迹象。那么有可能要结束了这个离开段，或者说这个有希望要进入这个背驰段了。我们也可以，现在目测的话是肯定没有前面进入段的空间大的，我们也可以用工具比较一下。对吧？才到连0.382都没到，所以说这段的力度是就下跌的力度是没有的。那这是对做多的人，或者说期望暴跌的人，这个是坏消息。那我们看一下这段的这个内部，应该是有一些结构了。1小时上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那么1小时这里是有过一次弹，就是一个下跌，然后弹了一次，给了一个1小时的二卖，然后就之后啪啪啪啪啪直接到这里来。然后又给了一次，然后现在出了一个5浪，看到没有？1小时这个3，这就是做这个出现3非常强的时候，你是不要做反弹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不知道它跌多远呢。你这里超了，这里超了，然后它可以继续下来。所以说，一般我是发现3不背驰的时候，我就不做了。就是如果说做空的话，你当然可以继续持有。这个4的反弹是不做的，4的反弹不做，然后出现4的反弹之后减仓，然后等待5才做。所以这就是我的一般的一个策略，因为3不背驰的话，你不知道它能跌多远，所以说一般是出现5段背驰，5段下跌之后，甚至是这个不跌不前的话，就是一个二买嘛，对吧？但是它是有参照的，不像这个在3的时候它是没有参照物的，所以说你有能力你就做二买，那么这个4的反弹我一般是不建议做的。很多人是喜欢做这种反弹，但是呢，反弹出来了，你又没有机会减的话，你可能在这里加的仓位，然后又下来了，相当于在这坐电梯。所以这个一般出现不背驰的这个反弹呢，你有能力才去做，没有能力你就最好是等反弹减仓，然后等待5的时候，也就是说让这个结构饱满的时候，下跌的结构越饱满，意味着这个越有可能结束这个下跌。所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那么现在又是在第5了，对吧？现在是这个第5有希望出现这个1小时的二买了。那么你要进的话，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最好的情况怎么来判断这个结束与否呢？
我们看一下5分钟上明显的两中枢，一个中枢，两个中枢，然后今天又下来了，然后我们看这个是不是一个出现了一个3买，好像是在5分钟上还出了一个3卖啊，这是一个5分钟最后的，我们看那就回不回去。这个是5分钟的这个小中枢的低点，这个是它的这个反弹的位置，哈哈，刚好是同一个价格，看到没有？啊，这帮机构也是刚好打到了52.62，然后刚好回到这个中枢里面去了。但是呢，不影响，这里还给了一次回撤，5分钟上给了一个2买。所以说我要是你的话，这个2买是肯定要参与的，因为它的内部结构已经很饱满的出来了。那么现在就看它这里这个然后之后又来了一个做了一个中枢也就是说这里有希望，我们把这个断开，这里做了一个中枢，这里做了一个5分钟的中枢。就是说，这个5分钟的中枢有可能是一个反向中枢。所谓反向中枢，如果说是前面下跌的话，那反向中枢就是上涨，有希望出现这么一个。然后现在这个快门线MACD 张口的话还可以，说明这个力度还是有的。就这里看它能不能够上去，一定要带力度。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扩展器测一下，对吧？那刚好 42.98， 也就是43的话，刚好也在120均附近，必须要突破它才能不背驰。也就是说，这个离开段，如果说第3段的话，跟这个进入段比较才能不背驰。所以你可以盯着这个43附近。如果说到了43附近没有力度了，那你就先减一减，因为它必须要有力度突上去，才有可能在上面做第2个中枢，对吧？这样才能生长起来，就不背驰才有可能继续往上生长。如果说到了43没有力度了，那你就千万不要追了，那可以等待5分钟这个给你一个3买之后可以再上去。好的，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然后还有2-3分钟时间，我们最后再分一个。Sherry 朋友问了一个 Meta， 那么 Meta 的话是它这个财报之后啊一直在狂跌，是10月29号出的财报，对吧？它这个其实数字并不太差，但是唯一问题就是它的这个Carbex， 所谓 Carbex 就是它的这个资金的花费的这个问题，可能花费的比较大。对这个，然后呢，现在这个 AI 泡沫也好，或 AI 这个投入的话太大，但是大家又看不到回报，就是说怎么能够把这个钱赚回来，造成了这个一波担心吧。那么这个是财报之后的一波一直在阴跌，所谓就是我们之前其实分析过一点，然后当时我是不建议做多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它下跌这段内部没有饱满。那么现在的话，我们看周线上它是回到了周线这个中枢的内部，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周线上有一个结构，那么它是砸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这样的话有希望弹一次，弹一次之后就看这个反弹的力度，其实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特斯拉差不多。如果说没有力度的话，它可能要走反向，所以这个反弹要注意，所以这就是我们期待的。但是呢，前提是它这笔下跌要结束，对吧？那么看一下日线，那么日线上，我们现在关注就是这个最高点下来796，进入段2次反弹，啪下来不背驰，这我们之前已经测过了，等比例的位置是在684，也就是说跌到684。跟前面的进入段才是等比例，它跌破了它，意味着不背驰。这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 TDD 那个，对吧？3跟或者离开段跟这个进入段比较不背驰的时候，那这个反弹我是尽量不做它的，因为这个一旦做不好，它可以是一个非常弱的反弹，然后再继续往下走，对吧？给你来一个123，日线上给你来个123，如果说3不背驰，那就远了去了。当然了。像它这种大的这个盘子有希望，如果说弹一次出现一个背驰的话，那这个位置是一个可以加大仓位往里进的，那么有希望结束这整个的下跌。所以现在就是看这个反弹你要不要做，对吧？那么反弹要不要做呢？要看这段有没有结束，要看一下这个离开段，也就是说这个跟这个中枢比较的话，它是离开段。我们看一下1小时，那么1小时它现在是出现一些结构了。这是如果说当成进入段的话，那直接一笔到这里，然后1次反弹，2次反弹，然后下来，所以它在1小时上做了一个中枢。也就是说，现在前面的所有的这些都是进入段，然后1次反弹，2次反弹，然后下来。也就是这个跟刚才那个 TTD 也很像，你发现没有？结构
进入段边也非常大，然后那快门线这是双背驰，典型的双背驰。就现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做这个1小时的反弹的。那么什么时候能多拿一拿？就是这个反弹特别有力量。首先要突破这个中枢吧，对吧？你这个中枢都突破不了的话，你何谈力量呢？所以这个中枢首先要突破。如果说能够回来的话，那这个位置可以加仓往里干，因为它这样的话就给了一个2、300重合的位置，然后可以继续往上生长，甚至是不背驰在上面再做中枢，对吧？就是那些都还早，但是这个我要看到力度。如果说它只能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的话，那可以继续往下走。所以说这个的反弹现在是可以做的。那么你可以利用最后这个中枢来这个判断你是要出啊，但是前提是这个前面这个就是今天这个最低点是不能够被再次跌破的，晓得吧？如果说这个被再次跌破的话，意味着这个下跌没结束。所以说你要是做短线的话，那么这个位置是你的防守位。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分析到这里了，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次再见。